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，便没有人民的一切。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原地休息。是。李逵，好，听见。是。原地休息。是。司长，原地休息。大家累了吗？对。好，同志们。杨子荣、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，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。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，组成追剿队，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，消灭土匪，巩固后方，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，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。座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，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，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到取胜利。好，将派让他们侦察回来。你们辛苦了。我们奉命化妆侦察，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。经他父亲指点，我们到了黑龙沟，搜集到一些情况，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。哦，这一带长牛匪出没往返，番号是报案五旅第3团。昨夜晚，黑龙沟有遭劫难，座山雕心狠手辣，这个滔天心胸横，纷纷枪，假皮蒙流传，去判断这官推，逃回威虎山。同志们，我们已经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，现在要进行跟踪。罗长江到，今晚到黑龙沟宿营。是。子荣同志到，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。你带陈德华到，龚志成到，刘红艳到，继续向前方侦察。是。出发。
三爷，这次回山一道上捞到不少东西了，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，别动它。是啊，兔子不吃窝边草嘛，还管那些？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，修筑工事，男的女的都要。明白了。副科长，野狼嚎去找栾平有10天了吧？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。咱们回到威虎山，头一件事就要赶快扩充实力。是，只要野狼嚎能找出栾平，把许大马棒子那张联络图弄到手，这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了。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，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。三爷，您放心，野狼嚎跟栾平这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。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，暗里帮助老蒋调兵遣将。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，要在3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。我看时候到了。好，等国军一到，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，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呐。火光冲天，人喧嚷。不教自来人汉阳土匪，又来烧杀抢活出性命心一场。上胸膛，深仇大恨是要报。做山洞，抓住你刀皮不动，帮血债偿。有皮，娘。是什么人？那难道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？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，在山上见过他，他叫野狼嚎，是土匪。这儿待不住了，咱们赶紧收拾收拾，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。
前几天来的那俩皮货商，说他们老家来了共产党，帮着穷人闹翻身，不知是真是假。爹，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，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，我早就冻死了。是啊，快！爹，有人来了！别说话了。心跟踪可一人，行地不见。老杨，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？对。再访问猎户家，解决疑难。陈德华、李红叶同志，继续向前搜索，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。是。小钟，警戒。是。老乡。不认识了，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。皮货商，小兄弟，你爹认不出我了。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？好聪明的孩子哦！你是杨掌柜的啊？对，咱们还认过乡亲呢。屋里坐，屋里坐。你好点了吧？他是哑巴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又做买卖，又当兵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？是啊，您见过啊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上次来没跟您多说，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。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哦，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？打土匪，打土匪能行？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。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，大股土匪已经打垮，剩下座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。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。座山雕啊，老常，这一带叫座山雕，糟蹋的够苦了。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，一定有深仇大恨呐。老常，说吧。8年了，别提他了。孩子，毛主席、共产党会给我们做主的。说吧。叔叔，我说。
看星星，看月亮，只盼着神山出太阳，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花香，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妆，只盼好去8年血泪张船，不能生翅膀，赤烈相会上小长宝控诉了土匪罪状，字写生泪，激起我仇恨满腔。普天下分压迫的人民，都有一份血泪账，要报仇，要伸冤，要报仇，要伸冤，血但要用血来偿。消灭所删掉人民的野放，翻身做路人，深山见太阳。从今后跟左右心中坦荡，传江山，换新装，跟带丢从的家乡一样美好的日子。晚年老杨，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哎，大座山雕可不易呀，他仗着9群27地宝，能攻能守又能溜，谁也摸不着他呀。是啊，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。可不，前山明道只有一条，又高又陡，加上防守严密，谁上得去呀？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？后山还有条血路，那是陡壁悬崖，没人敢走，土匪也没设防。8年前我从那儿下来，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，早就粉身碎骨了。老常，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，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，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队，就盼着这一天呐！老杨，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呐。刚才这来了一男一女，那男的明明是土匪，可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，他叫野狼豪。野狼豪，他还说
说过些什么？他管这女的叫嫂子，还说是什么栾平的八兄弟。栾平看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，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，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？联络图。对，联络图。台长，老申他们回来了。老杨，我们在东北方向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，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，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，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。老常，这只手套您见过吧？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，一定是他杀了人，抢走了联络图。同志们，这件案子很复杂，牵涉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。李辉，好，我们去捉凶手，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。我建议提审栾平，追查联络图。老常，事情急迫，不能跟您多谈了。来，这点干粮给你们留下。老杨，收下吧。叔叔，再见吧。老杨，哪儿去追捕野狼豪？不行啊，野狼豪准是跑威虎山去了。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，眼下大雪封山，生人就更摸不着了。来，我们爷俩给你们带路。老常，谢谢您，走。
人民的希望，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，哪怕他没想苟且下谈真的，心想暗箭百般花样，真心我正在手，仇恨在胸，一当是把那反动派手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。好，这一带的路很难找，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啊！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，经过猎户老常当面揭发，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，叫李冲豪，外号叫野狼豪。好啊，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，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咱们离开了群众，就寸步难行啊！是啊，猎户老常还提供了2条上山的道路，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。野狼豪供认了山前这条明道，他说这儿没工事，很容易上。显然是谎话。哎，你们把猎户妇女都安置好了吗？我们把干粮留给了猎户，他们打算搬到夹皮沟去。好。哎，老杨，过去栾平可没有交代过这张图啊。对，野狼豪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，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呀。栾平已经押到，咱们立即提审，弄清联络图。好，我去带栾平。哎，老杨，栾平是你的老对手，还是由你来审？是。小张到，带栾平。是。栾平，哟，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？我是愿意坦白的，有什么交代什么。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。长官，除了身上穿的，我是一无所有。一张图，一张联络图。我想想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听说许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。听说？长官别误会，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，我连见也没见到过。栾平，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。我懂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问你，你在奶头山是干什么的？这您知道啊，我是联络副官。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，也没见过联络图。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。押下去！我姓栾的，该死，我该死，我对不起长官。现在我说实话，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，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，有300处啊，在我老婆手里。这么着，您把我放出去，找到他，把这张图要来，献给长官，立功赎罪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除了联络这300处，别处呢？别处。那就是座山雕了。不过座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，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。
我跟他很少联络。去年座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，我都没去呀。你要老实交代。哎，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。是，带去。走。这家伙真狡猾。哼，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！有关联络图的事儿，他的口供跟野狼豪倒是一致。可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拜鸡宴。这封信上座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，我看这里面还有问题呀。对，报告，进来。参谋长，同志们急着要到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呢。是你带着头吧？我啊！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，座山雕跑不了了。不过，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。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？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，不行。把他们引下山来，一口一口的吃掉，任务紧迫也不行。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。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。德华同志，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，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。是。哎，老杨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再审野狼豪，进一步弄清威虎山拜鸡宴的情况。好，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。是。反复为桥，为虎山，一场作100万刀，看起来只剩一支群为高，选能手，反扑飞算尽地心桥，方能走绿荫外河道，飞朝这任务中前进海水最好。全罢了，身经百战，浮生如此屡建功劳。他多次拼几尺，召回的碉堡，他也曾虎去出剑，救出多少战友，和同袍如林海开与土匪多次打交道，其乱平开火标，我说野狼好，这一次若派他单人入前脚，相信他。红似火，指点进入钢钉，能够战成完配座山雕。参谋长，
德华同志，民主会开得怎么样？大家仔细研究敌情，认为我们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，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北朝。对，咱们来谈谈。吴彪前来献图。吴彪，老杨，老杨啊！快说说你的想法。参谋长，攻打威虎山，我看最好是智取。对，敌人的百鸡宴倒是个好机会。百鸡宴的情况弄明白了？弄明白了。每年腊月30晚上为座山雕庆寿，要用100家的鸡摆下宴席，这就叫百鸡宴。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，把明宝暗道全弄清楚，然后利用百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亭里，用酒灌醉。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对，参谋长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。同志们也提议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。哦，好啊。德华同志，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。哎，你通知下去，我们开个支部委员会。是。老杨，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，有把握吗？我有3个有利条件。第一，奶头山许大马棒钢垮台，我可以办了他的4马副官胡彪。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，座山雕没见过他，我又熟悉土匪黑话，不会露出破绽。二呢，我把联络图带给座山雕作为觐见礼，必然取得他的信任。这第3个条件最重要，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。参谋长，你是了解我的。老杨，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。参谋长，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当官，专权勇难挑战见，一心要大队，千年铁佛链，为人民才不难。万代幸福传民是征途，有艰险，越是艰险越向前，人情风雨多变幻，革命的智慧能升天。立下日公义3日，能破万重困难关，一颗红心似火焰。话说李前单书完。好，你骑上许大马棒的行踪马，按照猎户老长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。绕道上山。你走之后，追剿队进驻夹皮沟，发动群众积极备战，等候你的情报。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。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。我保证准时送图。好，追剿队接到情报，立即出发，里应外合，把座山雕这官匪歼灭在威虎山。参谋长，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，就这样决定了吧？子荣同志，大胆谨慎。相信你的能够万众众人，这件事关系大，举足重心，还要开执委会讨论决定，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。
福州四海。请到南，哪怕是火海刀山，也不上前。我恨不得吉林飞雪花春水。土匪万死剑逃，踏进威虎山，石马破山雕，百丈在山前，壮日汉山岩，雄心真真远待着能然有，混世代几年刀匪朝廷吊堂，地府天翻。匪徒们下山来了，刚刚打死一只，现在又来一群，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。站住！魔窟溜拦路，什么讲？呼！好大的胆子！那是只死虎。好枪法，天灵盖都打碎。是你打死的？他撞在我枪口上了。好样的！是哪个山头的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。呵呵，那还用说？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？这你别问，我要面见崔旅长，有要事相告。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？你不是个溜子，是个空子。要是个空子，
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呐。我喊。是。不见到崔旅长，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。好，咱们走。你家伙呢？别害怕。把虎搭着，牵着马。是。三爷有令，带溜达，带溜达。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，怎么又黄了？防冷涂的了。照这么说，你是许旅长的人了？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。胡彪？那我问问你，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？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。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，2件珍宝。哪2件珍宝？好马、快刀。马什么马？这毛青马。刀什么刀？日本指挥刀。何人所造？运此刀。在什么地方？丹江五合楼。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，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，我怎么只见到栾平、栾副官，没见到你呀？崔旅长，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，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，全是人教。你来到威虎山，打算怎么办？投靠崔旅长也好，步步登高，今天初登门槛，这老大就是这样的不信任我，可有点不仗义了吧？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。
彪，那头山何日实现？8月初3。你怎么走这么多日子啊？村长，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呀。奶头山被攻破，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。白松湾就是滦平他三舅家。你见着滦平了？见着了。那野狼嚎呢？野狼嚎啊？不知道。胡彪，你来了，那滦平呢？滦平啊？嗨，别提了。怎么了？胡彪，滦副官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言难尽。提起滦平，其难难。他怎么了？全不顾江湖中一死当前。哎，他怎么不讲义气？乃头山为攻破我2人，今年我劝他改换门庭称号为虎山。他来不来呢？人格有志不能强勉，他不该恶语伤人，狂言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哎，老胡，你说，你快说呀！他说，哎，坐山鸟也要听后转员什么调遣。什么？我听他的调遣。滦平他还有话呢。他说什么？八大金刚你祖辈更不值一谈。他自称凤凰要马高之战，后转元素的根深是靠山，说话见好处，噗噗一转后转元先报土，云可升官。是那张联络图吗？对，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。这么说，他把那张图献给侯专员了。你别着急，他的一娘娘笑眯了眼，哎，从屋里搬出，就一盘我一连管他3大碗，还凭他追称一盘。对了，这个时候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，我就宰了他。不能啊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。对，有情为重，有情为重啊！老胡，你说下去。他有他的打算，我有我的主意。你怎么着？我我趁机把他这件衣服还跨上了青龙堂，趁着漫天大雪，一口气跑上为虎山。老胡，这么说联络图在你手里？水旅长抬头尽管看，暴徒先到你面前。
若图我为例，朝思暮想，今日如愿，随心肠。联络图一到手，这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。对对对，老胡说的对，等国军一到，我就是司令，你们都弄个师长、旅长，干干全让他赢。你给魏虎山立了一大功，我封你为魏虎山老九。谢三爷，咱们是国军，总得有个官衔啊。我委任你为滨村督驾，保安第5旅上校团副。谢三爷提拔，今后传口，各位老大多多包涵。好说好说，拿酒来，拿酒来酒。大家干一碗，祝贺老九荣升，祝贺9月荣升。献图有功，劳苦功高。日同饮，庆功酒，壮志未酬，誓不休。来日方长显身手，燃发热线解春秋。咱穷人血泪愁，何日能平？大山呐、大娘，今儿个您的病好点了吧？早晨起来头更晕呐、大娘，这点高粱糠。大山，你要？大娘，勇气不在，还有我们大家呢。逃脱性命。
从后山挑选也呀进路脱身，父子们得春风悲喜，交兵越是喜越相连，儿媳孙多少仇来多少恨，桩桩剑针记在心，满腔仇恨化烈火，来日分离杀仇人。好，座山雕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快走一走，我去看看。孩子，你还是躲躲吧。躲！娘，往哪儿躲呀？我反正豁出去了，今天是拼一个够本，拼俩赚一个。勇气！我老乡啊！有人还没死去呢。老乡，大娘，大娘，别害怕，我们是走走走。老乡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哼，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了，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？想怎么着就直说吧，要钱没有，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，要粮勇气。老乡，我们是共同子弟兵，是保护老百姓。说的好听，娘，大娘有病，我们找人看了好。得了吧。参谋长，情况怎么样？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。哦，快把卫生员叫来，让他带点粮食。是。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呢。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，他们上过土匪的当。你忘了野狼豪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察员吗？是啊，小仲，我们不发动群众，就不能站稳脚跟，消灭座山雕。我们不把土匪打垮，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。我明白。你去告诉大家，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，耐心宣传党的政策，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，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。是。哎，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？是。参谋长，病人呢？在这家。老乡，老乡，我们的医生来了，快开门吧。勇气，你可别怕什么？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。勇气，我请娘，赶快急救。是。
家欺压百姓，今日是却叫文人难消一真是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吗？好像大娘醒过来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像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永琪，不是本地人吧？老家是山东。当年我爹在济南做工，4.12政变以后，有一次闹罢工，被蒋介石杀害。哎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爹死后，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。干什么活的？铁路工人。好啊，那更是自己人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？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？老乡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来到深山，要消灭反动派，改地换天。几十年闹革命难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，指引我们向前，一颗红心头上戴，革命红旗挂两边，红旗直出云山，解放区人民都到地主把审判，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同，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维护山。早夜盼，晚夜盼，望出问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进深山，救穷人苦难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嘞。亲人呐，我不该情同过分，造反不便，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，羞愧难言。30年做牛马天日不见，不着这条条伤痕，处处疮把我抢眼怒慌，挣扎在无底
深渊，乡亲们悲愤难诉成怨，乡亲们切齿怒向为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，水流向铁树开花，枯枝发芽，尽在今天。曾和我根定共产党，把虎虎狼战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，本身最不野心战，总也我千难与万险到拼那为虎山，我一马当进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老乡们都看见了。长官，老大爷，我们不兴叫长官，叫首长，叫同志。参谋长，这就是老常。好，老常，打山里来的。山洼里住不下去了，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。好姑娘啊，老常哥，勇气可盼到救星了。首长，咱村里人心头一团火，正就去打威武山了。乡亲们，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，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。好啊，座山雕没处跑了，去抄他那楼啊！首长，快发给我们枪吧！对，快发给他！要是有了枪，夹皮沟那一个也能对付他，咱俩的。对，枪一定发给大家。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，家无隔夜粮，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？那怎么办？夹皮沟药材遍地，木材如山，只要小火车一开动，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？对呀，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，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，有吃有穿，打座山雕就更有劲儿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就铁路啊！说干就干，咱们一起动手。首长，这可是个力气活啊！老大爷，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，扛起枪能打仗，拿起家伙能干活。好啊，首长，咱们真是一家人呐！山里人说话说了算，一片真金可对天，青龙跟你下大海，大虎跟你上高山，春雷一声天地动，座山雕啊！看你还能活一天。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？是啊，他还到哪儿去过5个山包都去转了转，什么？你们连九泉儿、西地堡都让他看了？自己弟兄给他开开眼嘛。嘿，这几天大局不妙，山下风紧，也拉好一去不回。早先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，他单在这个时候来，我不得不防。三爷，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按昨晚上说的，给他个一针见血。是。
要谨慎，切记心上好难，还要靠智谋高强上环，一定是胜利好场，好个公子相勇往，我往。去层层屏障，明了毛，按地道处处设防。领导上，你只去不出得当自强攻，遇到是重大伤亡，齐天来，我的进了入执掌。按协救军事情报最深藏，陈凤晓从情报装作天光为什么忽然间登上家当？情况异常。这情报，这情报出不出，不但机会大举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。出奇兵犯不能言语彷徨，刀锋剑出也要闯，开通万难下山岗，山腰不能把路挡，抗天寒花明确。我就要当
接不到情报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。枪声也不对，呵呵，又是试探。好，我给他个将计就计，把情报送出去。弟兄们，共军来了，跟我出击！快出！老九，老九，慢着，站住！别打了，别打！什么？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。哎，要不是您来得快，我这一梭子打出去，准得撂倒他几个。三爷，您布置军事演习，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？老九啊，您这是别多心呐！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，不信你问问他。可不是嘛，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。来了好啊，我这儿正等着他呢。老九，你真行！走，快！三六在外撞墙了，什么？三爷，我们奉命下山，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，还没进夹皮沟就撞上了共军了。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，你八成叫共军俘虏了，放回来的吧？对，没有，你这孬种！三爷，何必呢？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，谅他也不敢跑回来。是啊，谁都知道，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。还不快走，惹三爷生气。是，滚！还是九爷好啊。吩咐下边加紧旁查去。嘿，三爷，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，抓他一把，庆贺百鸡宴。这次可要特别小心。知道了。三爷，咱威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，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。对，依你怎么办？现在咱们就演习追击，把兵练到棒棒的。对，等吃过百鸡宴，进攻夹皮沟。你真是好样的！老九就派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。是。这个笨蛋！可干了女儿大，又是尽量法，让我有机可乘下当当的话，落在你身上，等到那白鸡宴通天万岁。哎哥呀过年的东西都够了吗？够了，夹皮沟能过上这么个好年，可做梦也没想到啊！要不是你们来了，哎，这
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！民兵们劲头十足啊，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，特别是常宝，说什么也不愿留下。这姑娘啊，这姑娘。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？叔叔，你还是让我去吧。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呢。我恨透了祖身丢了，非亲手砍他不可。你要是不让我去，那怎么行啊？常宝，你还小啊。还小呢。参谋长，常宝有阶级觉悟，滑雪滑得好，打枪打得准，还能帮助我照顾伤员。让他去吧。首长，这孩子苦大仇深，就让他去吧。哦，你也这么想，民兵队长？就这么着吧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个心眼喽？好，就这样定了。是。首长，把栾平、野狼豪2个犯人押走了，看样子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吧？怎么着急了？哎，你说走后山那条险路，按我们的滑雪速度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赶到？走后山虽比前山远80，我看最多1天1夜。好，民兵做好充分准备。是。参谋长，咱们干嘛这么老等着？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，有兵也走就好了。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，我看咱们赶快出发，保证能打胜。同志，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，耐心待命。是。我虽然全
难平。见地日起破金神的话，虚情报不见，回应倘若是生变故，我另有决定百计，好事机绝不变更，利用其提供后山有前景，突起明月先锋，直到威虎军。参谋长，老孙子回来了。刘华同志，我没耽误时间吧？没有，快去休息。山后有险路，直通威虎厅。松树名字为号，老杨英雄啊！报参谋长，小火车开到西岔河，桥梁被破坏，我们下车抢修，突然遭到土匪袭击，我们打退了敌人。那2个犯人呢？野狼豪被榴弹打死。栾平呢？我们追击土匪栾平，他跑了。栾平他跑了。他要是跑上威虎山，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，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。紧急集合！是。大山同志，保卫村子由你和老常负责。是。同志们，情况多变，任务轻，10万火急，分秒必争。同志们正心壮，飞速前进呐！
三爷，栾平有栾副官，三爷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给三爷拜寿来了。嘿，你打哪儿来啊？我我我从侯专员那儿来呀。哦，从侯专员那儿来。是，请老九。是，有请教练。嘿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老九，你看看谁来了？栾大哥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怎么样？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？我吴彪祝你高升。是啊，当团长了吧？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？好一个胡彪！你不是？不是，是我的不是，还是你的不是？我胡彪够朋友讲义气，不像你姓栾的。当初我劝你投靠村长，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，这不能怪我逼气。快说谁的话？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告呢？三爷，我是说，别是来，今天是三爷的50大寿，没工夫听你说废话。对，少说废话，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？投靠三爷，改换门庭。嘿，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讨风去了吗？姓栾的，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？快说实话吧！对，我说，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。嘿，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，真不是玩意儿！别笑了，你们都中了奸计。他不是胡彪，他是共军。好，你说我是共军，就算我是共军。现在你当着三爷各位老当面，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。对，你说他不是胡彪，是共军，你怎么跟他认识的？姓栾的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我看他心里必有鬼胎，八成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出来了。没有，共军把你放了，
你这条疯狗！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，现在又来施离间计，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，我岂能容你？三爷，他不是胡彪，他真是共军呐！姓栾的，你真狠毒！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，我悔不该在白森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斩你。我胡彪一向不受小人欺，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个疯狗，他才这样穷凶极恶。您要是拿我当共军，就立刻把我处置了；您要拿我当胡彪，就放我下山。今天是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留他留我，三爷您随便吧。哎呀，老九不能走啊！对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老九啊，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呀？来来来，带上，带上，三爷不会亏待你。老九，带上。三爷。三爷，胡彪贤弟，我不是人，时间到，准备三爷拜寿。准备给三爷拜寿。三爷50大寿，可千万别让这条丧家犬给搅了，不宰了这个丧门星，与山头不离。对，不可以宰了他，小贤弟，各位老大，三爷，三爷饶命，三爷，三爷饶命啊！嫁出去，交给我。九爷饶命，九爷啊！文退作来几十年，血打累累对滔天，代表祖国出血，你要为人民报仇冤。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现在该给您拜寿了。老九，你的指示官你就吩咐吧。好，弟兄们，听里掌灯，山脉点名的，给三爷拜寿。三爷拜寿！三爷，弟兄们，今儿个来个猛吃猛喝，一醉方休啊！请入席。哎，弟兄们请吧。今天是您的50大寿，还是您先请啊？好，请。三爷，三爷，来，走，快点，都吃去。参谋长，哟，把放哨的弟兄们调回来，多喝几杯啊！是。除夕夜，翻山来灯火一天，我已经将军好，遍山点燃，安息话不知好，百姓眼中飞土吃醉酒，乱作一团。盼是盼，同志们即刻出现到北朝千万里，就在眼前，心焦急，只觉得时光太慢，在人们却为何动心了然？抑不住激动情，出外查看。
来，马上，老九，干！请。三爷，攻击的机枪把威虎营给封住了！弟兄们，快往外冲！老九啊，你赶快给我从那暗道里走吧！就是不了，你走不了了。不知道，我是中